2026年1月3日，加勒比海的深夜，原本应該在諾福克軍港待命的傑拉爾德 ·福特號航母，此刻正靜靜地潛伏在海面上。凌晨2點，代號絕對決心行動開始，福特號瞬間化身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殺戮機器，轉瞬之間就把整個編隊的戰鬥機全部彈射出去了。這是什麼概念？尼米茲級看了都要流淚，蒸汽彈射器看了都要沉默。委內瑞拉的防空網甚至還沒來得及眨眼，就被漫天的電子戰飛機和隱身戰機撕得粉碎。等到天亮，委內瑞拉那位自以為安全的馬杜羅總統已經被打包送上了美軍的運輸機。作為美軍最強的超級航母 CVN-78 傑拉爾德 ·福特號，自然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但在深入解剖福特號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曾經作為地表最強戰力的尼米茲级航母，用了幾十年都是好好的，甚至可以說是獨孤求敗。美軍為什麼非要花幾倍的價錢去折騰這麼個新玩意兒？是因為尼米茲級不夠強嗎？當然不是，它依然能吊打全球絕大多數海軍。真正的問題在於它太老了。這種老不是指船體生鏽，而是指它的動力系統和武器系統已經跟不上這個數字化時代了。尼米茲級的第一個痛點在於缺電，這個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核動力航母還缺電？要知道二戰時期列克星敦號就可以給10萬人的城市供電了。你還別不信，尼米茲級雖然有核反應堆，但它的設計思路還是幾十年前的。反應堆主要負責燒開水，產生的蒸汽用來驅動螺旋桨和彈射器，真正留給發電的功率其實並不多。以前還好說，船上也就是雷達、電燈、熱水器耗點電，但現在呢，雙波段雷達要電，要是上電磁彈射也要電。這就像給你一輛老桑塔納裝了一堆最新的車載大屏和音響，發動機還是那個發動機，一腳油門下去，車燈都得跟着按一下。第二個痛點在於效率低。大家看電影裡航母起飛很帥，蒸汽腾騰的，但在後勤人員眼裡那是噩夢。蒸汽彈射器不僅維護起來要命，而且它是個信奉地大專飞的家伙。不管是彈射30噸的重型戰機，還是幾噸重的無人機，它都很難精準控制力度。這帶來的後果是什麼？輕型機還好說，未來的重型戰鬥機如果用蒸汽彈射硬崩，搞不好直接能在甲板上把飛機骨架給扯散，這就限制了航母未來搭載更先進戰機的能力。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維護費真的很貴。尼米茲級是用人堆出來的，一艘船上5000多號人，吃喝拉撒還得發工資，這在人力成本飞漲的今天就是個無底洞。所以說，儘管尼米茲級依然能打，但在美軍眼裡，他已經是上個時代的遺老了。他力氣大，但腦子慢，胃口大，還不省心。美國海軍雖然不搞新船，也是世界第一，但是如果能進一步保持領先優勢，何樂而不為呢？那麼問題來了，既然要換代，這艘花了130多億美金的福特號，到底憋出了個什麼大招來解決這些問題？別急，這裡面全是美軍用錢砸出來的狠活，咱們接着往下看。要想解決這些要命的痛點，美軍給出的答案簡單粗暴，那就是全電化。既然以前是燒開水的蒸汽朋克，那現在咱們就直接快進到赛博朋克。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源於福特號那顆恐怖的心臟，2座 AEB 核反應堆。你可能會問，都是核反應堆，這玩意兒能比尼米茲級強多少？咱們來看一組數据，尼米茲級的那2台老骡子總發電能力大約是200兆瓦，勉強夠一個中型社區用。而福特號的 AEB 呢，它的發電能力直接飆升到了600兆瓦，這是什麼概念？這相當於尼米茲級的3倍。如果說尼米茲級是一座移動的海上鍋爐房，那福特號就是一座漂浮的核能發電廠。有了這麼恐怖的電力冗餘，意味着福特號終於可以肆無忌憚的敗家了。什麼雙波段雷達、全景空調，那都是小兒科。它真正的意圖是為以後上線的高能激光武器和微波定向能武器預留接口。你可以想象一下，未來的福特號直接用激光能把来袭的無人機像烧蚊子一樣燒下来。但對於絕對決心行动來說，這顆大心臟最直接的貢獻是為保羅納4條貪吃的電磁怪獸，也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重頭戲 EMALS 電磁彈射系統。還記得我們剛才吐槽蒸汽彈射時是力大專飞嗎？電磁彈射就完全是另一個維度的產物了。它的原理其實並不複雜，簡單來說就是利用線性感应電機產生強大的電磁場，推着飛機往前跑。這又像是把遊樂園裡的過山車啟動裝置搬到了航母甲板上。它最大的優勢就在於溫柔。以前蒸汽彈射，活塞一鬆，不管你飛機受不受得了，哪怕把起落架拽斷了，也得把你崩出去。而電磁彈射是可以像調音量旋钮一樣精準控制力的。你是一架只有幾噸重的 MQ9 死神無人機，没問題，
給你調個輕柔模式，穩穩當當的把你送上天。你是一架載滿了2000磅炸彈的 F-35C 也沒問題，我給你瞬間拉滿功率，讓你感受一下什麼叫真正的推背感。這種對力度的精準調控不僅保護了飛機的機體壽命，更重要的是它把彈射的間隔時間從以前的1分多鐘壓縮到了45秒左右。這就是為什麼在絕對決心行動中，福特號能打出那種令人窒息的進攻節奏。但是飛機彈射的快也沒用啊，你炸彈跟不上怎麼辦？以前在尼米茲級上，要把一枚炸彈從底艙運到甲板，那叫一個費勁，得先坐電梯到中層，人工推一段，再換個電梯上甲板，整個過程就像是早高峰的地鐵換乘，慢得讓人抓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福特號搞出了第3個黑科技——先進武器升降機。千萬別小看這個升降機，它不再用那些油乎乎的鋼缆和液壓油，而是同樣採用了電磁驅動。這玩意兒就像是亞馬遜倉庫裡的智能機器人，能夠以每分鐘45米的速度，載着24000磅的彈藥，直接從底艙直達飛行甲板。飛機剛降落，彈藥就已經在機翼下等着了，掛上就走，絕不耽誤1秒鐘。這就是福特號敢賣130億美金的底氣。不僅如此，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應該還記得尼米茲級航母的艦島，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各種旋轉的天線，就像個頂着亂草窩的違章建築。但在福特號上，你會發現它的艦島異常簡潔，那些轉得讓人頭暈的雷達天線全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貼在牆上的6塊平板，這就是傳說中的双波段雷達系統。千萬別小看這幾塊板磚，它把以前負責搜索的體搜索雷達和負責引導導彈的火控雷達2合一了。以前的航母雷達轉一圈需要好幾秒，數據刷新是有延遲的，這就給了超音速导彈鑽空子的機會。而福特號的這套系統沒有機械旋轉部件，依靠電子掃描，可以对360度空域進行無死角的實時凝视。它可以一邊盯着幾百公里外的敵機，一邊引導自己的海麻雀導彈攔截掠海飛行的反艦導彈，甚至還能順手幫 F-35C 指示一下地面目標。不僅如此，它的整個飛行甲板布局也經過了重新設計。在尼米茲级上，那個巨大的艦島就像個礙事的釘子戶，處在甲板中間偏後的位置，既占地方又影響飛機調度。而福特號把艦島縮小，並且狠狠地往後挪了幾十米，這一挪直接在艦首騰出了一大片能夠同時進行加油和掛彈的一站式服務區。這就像是什麼？就像是把以前那種亂糟糟的路邊修车攤升級成了 F1 賽車的專業維修站。飛機降落、折疊機翼、滑行、補給，全程不走回头路。這種絲滑的調度才是支撐那個超高出勤率的物理基礎。但是各位看到這兒先別着急吹，因為在2017年剛服役那會兒，這套看似完美的系統差點成了美國海軍最大的笑話。那麼從全網嘲笑的21世紀海上旅館到實戰中的無敵之艦，福特號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改變呢？當年的福特號雖然頂着超級航母的光環，但它的日子那是相當難過。首先崩盤的是那個被吹上天的電磁彈射器。按照設計指標，這套系統應該是連續彈射4000次才允許出現1次故障，但在早期的測試裡，別說4000次了，有時候連400次都堅持不下來。你想想看，兩軍對壘，戰機正排隊等着起飛拼命呢，突然彈射器死機了，顯示屏上彈出一個系統錯誤，這仗還怎麼打？難道讓飛行員下去推飛機嗎？不僅如此，那個送快遞的先進武器升降機也掉了鏈子，全艦11台升降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竟然只有2-3台能動。這導致了一個非常滑稽的場面。作為一艘超級航母，它竟然不具備把炸彈送到甲板的能力。有媒體甚至嘲笑說，甚至還不如一艘2戰時期的貨輪靠譜。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艘高科技戰艦的下水道系統。為了環保和節省空間，福特號採用了類似飛機的真空排污系統，聽起來很高大上是吧？而結果因為管路太細，經常堵塞，美國海軍不得不定期花40萬美元去購買特殊的酸性溶液来清洗管道。你敢信？一艘核动力航母居然差點被几坨排泄物給憋死。面對這種局面，哪怕是財大氣粗的美國國會也坐不住了。那時候的福特號簡直就是全美最大的笑話，每個人都在問，我們花了100多億，難道就造了這個玩意兒？但是美軍雖然在這個項目上走了彎路，但他們的頭確實夠鐵。2021年，為了證明福特號不是個瓷娃娃，美軍幹了一件極其瘋狂的事兒——全艦衝擊試驗。他們在距離福特號不遠的水下引爆了4萬磅的炸藥，那個場面相當於在船邊制造了一場里氏 3.9 級的人工地震。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笑話，等着看這艘充滿電子元件的交軌戰艦會不會被震成一堆廢鐵。結果呢，福特號扛住了，雖然震壞了一些顯示器和管道，但核心的反應堆和彈射系統依然完好無損。
這一炸把福特號的嬌氣給炸沒了，也把外界的質疑聲給炸沒了。隨後的幾年裡，隨着軟件版本的不斷迭代，電磁彈射的故障率開始斷崖式下跌。到了2023年，福特號終於迎來了它的首次完整部署，在地中海和北大西洋，它一口氣跑了8個多月，完成了超過8700次彈射起降。不僅沒趴窩，反而把那幫歐洲盟友看得一愣一愣的。也就是從那一刻起，福特號終於完成了從高昂試驗品到成熟戰爭機器的蜕變。而這一切的磨難，仿佛都是為了等待那個時刻，等待2026年1月3日。那麼，當完全體的福特號真正面對一個擁有現代化防空體系的國家時，它到底打出了怎樣恐怖的戰績？而這場行動又給未來的大國海戰帶來了什麼樣殘酷的啟示？2026年1月3日，那個決定性的凌晨，當福特號的甲板開始忙碌時，委內瑞拉的雷達屏幕上其實是一片雪花。這就要歸功於福特號起飛的第一波幽靈 EA-18G 咆哮者電子戰飛機。你可能會問，電子戰飛機尼米茲級也有啊，福特號強在哪兒？強在信息與能量的降维打擊。得益於那2座 AEB 核反应堆提供的澎湃電力，福特號上的雙波段雷達擁有比前代強得多的探測功率。它就像一個開了全圖卦的上帝之眼，能在極遠距離精確鎖定敵方雷達位置，並通過數據鏈引導 EA-18G 進行貼電輸出。然而，全電化的電磁彈射系統讓這些掛滿干擾吊艙的電子戰飛機可以滿油滿彈輕鬆彈射，在空中這就是一張讓委內瑞拉人絕望的電磁大網。在它的壓制下，加拉加斯周邊的 S-300 和 S-400 防空導彈瞬間變成了瞎子和聾子。緊接着 F-35C 隱身戰機利用先進的數據鏈，像在玩電子遊戲一樣點名清楚了殘存的蘇30戰機。而這一過程，福特號的甲板始終保持着快速的把整個編隊的戰鬥機都彈射了出去，意味着在敵人還在猶豫要不要開雷達的時候，福特號已經把一個中等國家空軍的全部火力傾斜到了他們的頭頂，這就是降維打擊。凌晨4點，最關鍵的一步開始了。在福特號全天候的空中掩護下，由直升機搭載的陸軍三角洲特種部隊精準突襲了提烏納堡。根據解密的情報，馬杜羅當時正試圖躲進一個防爆安全室，但他顯然低估了美軍的推進速度。從破門到抓捕，整個過程不到15分鐘。等到天亮，當福特號回收最後一架戰機時，這場被稱為絕對決心的行動實際上已經結束了。115人死亡，馬杜羅被捕，而美軍0傷亡。這場戰役不僅是對委內瑞拉的一次外科手術，更是福特號向全世界遞出的一張名片。他用實戰證明了那些花在電磁彈射、先進升降機上的幾百億美金，沒有一分錢是白花的。他買來的是对戰場絕對的掌控力。傑拉爾德 ·福特號究竟是什麼？有人說它是囤金獸，但在2026年的加勒比海，它證明了自己是21世紀的海上霸主。看着那艘游弋在加勒比海的鋼鐵巨獸吧，我們必須承認，在探索海戰未來的道路上，美國海軍依然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好了，關於這艘傳奇航母，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你覺得福特號真的值130億美金嗎？全電化真的是航母的未來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硬核觀點。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視頻再見。